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福建号即将投入海试，全球唯一新建航母要回答哪些课题呢？央视新闻1月29号报道，解放军福建号航母在细破试验完成以后，将进入海试阶段。这意味着福建号研制进程的顺利的推进。军舰制造出来以后，一般要经过细薄实验和海上试验2个阶段呢，才能交付使用。在细薄实验阶段呢，要对舰上的动力系统、电力、电子等系统进行全面的测试，确认具备了航行条件之后，才能够进行海上试验。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造船工业，因此福建号航海系统的测试相对来说呢，难度会小一些。这虽然是一艘排水量超过8万吨的超级战舰，不过在中国所建造过的各种船舶当中呢，它还算不上是最大的。舰上使用的燃气轮机也在多种驱逐舰上得到过成功的验证，所以福建号无论是细薄实验还是海上试验，主要的难点是集中在航空系统和作战系统上。福建号航母的航空系统呢，有弹射器和舰载机这2个重点内容需要进行试验验证。中国第一次建造平直甲板弹射型的航空母舰，并且一步到位地采用了电磁弹射器，技术跨度很大，试验呢相对复杂。国内外的媒体一直都在高度关注福建号的测试情况。这艘航母从2022年6月下水之后，遮挡在3条电磁弹射器上的临时建筑一直没有拆除，很显然是在进行电磁弹射器的安装调试工作。既然已经具备了海试条件，说明呢电磁弹射器的安装测试部分已经顺利完成，接下来需要在海试中进行使用的测试。福建号是全球第2艘采用电磁弹射器的航空母舰，第1艘呢是美国海军的福特号。福特号从服役到现在问题百出，一直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战斗力，其中电磁弹射器出的问题占了很大的比重。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，现在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已经调试完毕。我们也从各种新闻画面上看到，这一艘航母可以放飞包括 F-35C 战斗机、E-2C 鹰眼预警机等各种舰载机。现在呢，我们期待福建号用电磁弹射器放飞舰载机。福建号的舰载机呢是另外一个悬念。在过去的1年的时间里面呢，中国的歼35舰载战斗机和舰载预警机已经多次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了。有人推测上舰的预警机的型号可能是空警600。歼35呢已经实施了多次的陆地模拟甲板的起降，能不能用福建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和走廊索起降，还需要这一次的海上试验呢来验证。福建号上的其他型号的舰载航空兵器，包括反潜直升机、舰载的教练机和舰载的运输机等等，特别是舰载的运输机这是一款很重要的航母编队的支援保障装备。美国海军正在使用的 C2 运输机或者是鱼鹰偏转翼飞机，可以为舰上人员呢提供快速便捷的通勤手段，也能用于货物的运输和伤病员的快速后送这些任务。C2 呢是在 E-2 鹰眼预警机的基础上改装的，拆掉了上面的雷达电子设备，就变成了运输机。拥有航程远、速度快、乘坐舒适等多方面的优点。可以想见，福建号的海试内容和过程呢，将是非常的丰富和复杂的，因为要突破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，周期呢不会太短。这对解放军海军的发展来说，绝对是一件好事儿，因为我们不可能仅仅装备1艘弹射型的航母。我认为要彻底的解决中国的主权不受侵犯，要确保中国的公司资本在全球的安全运营，解放军除了山东号和辽宁号航母之外呢，至少还应该装备6艘福建号以上级的航空母舰。要把这些后续的常规和核动力航母建好用好，就必须把这些航母管理使用的技术问题在福建号上全部解决掉。为了建设强大的实战化的海军，打下坚实的基础，这是我们走向航母大国的必经之路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